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没想到这5种很脏的食物，营养成分这么高。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对食物的追求已不仅停留在色香味俱佳的层面，食品安全问题已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诸多关于某些食物被冠以最毒、最脏等恶名的说法，令许多人在享受美食时心生顾虑，望而却步。每提及品尝如小龙虾、麻辣烫、臭豆腐、鸭脖子等美味佳肴，总有人在一旁提醒，那个可吃不得，太脏了。然而，这些所谓的脏食物真的就如传闻中那般不堪吗？我们钟爱的这些美食真的就如此不净吗？几种最脏但是营养很高的食物。1. 泥鳅。尽管泥鳅的外形和生长环境让不少人难以接受，然而它被誉为水中之餐，在民间甚至有天上斑鸠、地上泥鳅之说，这足以彰显其卓越的营养价值。泥鳅不仅富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等必需营养成分，还富含维生素 A、B1、B2 以及多种氨基酸，这些物质对于保护肝脏、调节血压、增强血管弹性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益处。2. 猪肝。动物的肝脏和肾脏在生物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能够协助代谢药物、重金属等潜在的有害成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器官会作为这些物质的储存库。以猪肝为例，其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仅为猪肉脂肪量的约1/7。值得一提的是，猪肝是维生素 A 的宝库，其维生素 A 的含量高达猪肉的约400倍，因而被视为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维生素 A 在保护视力、确保视觉功能正常运作以及维护皮肤健康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猪肝中的锌元素含量也超越了猪肉。这种矿物质对于治疗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味觉功能减退以及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具有积极的辅助效果。3. 鸡胗。鸡胗，这个被许多人误解为不够洁净、带有特殊气味的部位，实际上是鸡的胃部。然而，有句老话，一个鸡胗3副药，正好揭示了鸡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其显著的药用功效。在鸡的身体部位中，鸡胗的脂肪含量极低，每100克鸡胗中仅包含 2.8 克脂肪，但与此同时，它却含有高达 19.2 克的蛋白质。除了丰富的蛋白质，鸡胗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如钙、铁、锌以及大量的钾，能有效帮助调节血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鸡胗内部附有一层黄色的薄膜，这就是中医所提及的珍贵药材鸡内金，它具有促进消化、强健脾胃的显著功效。4. 鱼头、鱼皮。鱼头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其中包括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元素。以广受欢迎的剁椒鱼头采用胖头鱼制作为例，这款佳肴中的鱼头含有高达 18.32% 的蛋白质。不仅如此，鱼头还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成分对于婴儿的大脑发育极为有益，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值得一提的是，鱼皮也是一种高蛋白食材，其蛋白质含量大约可以达到 30%。更为特别的是，鱼皮中还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以红鳟鱼鱼皮为例，其胶原蛋白的含量超过了惊人的 80%， 是美容养颜的佳品。5. 鸭血。有些人持有血液里充斥着废物的观点，认为鸭血中蕴含着毒素，不够纯净。然而，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废物，在本质上其实是细胞代谢后产生的物质。这些物质会经由血液的运输，抵达肝脏和肾脏，随后被过滤掉或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物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有这些代谢产物滞留在血液中。鸭血不仅营养价值颇丰，
其蛋白质的含量甚至可以与肉类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肉类，鸭血的脂肪含量和热量却显著更低。除此之外，鸭血还是铁元素的优质来源，其铁含量极为丰富，且相较于蔬菜中的铁，更易于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下面这3种食物才是真正的最脏的食物。1. 发芽发绿的土豆。土豆本身含有一种名为龙葵素的有毒生物碱，尽管在正常情况下其含量非常低。然而，若土豆存放过久并出现发芽现象，龙葵素的含量便会显著上升。这种物质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食用此类土豆可能引发恶心、口舌发麻、腹泻等不良症状。值得注意的是，龙葵素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常规的烹饪方法如蒸、煮、炖、炒均难以将其分解。因此，一旦发现土豆已经发芽，最佳做法是避免食用并将其丢弃。另外，如果土豆皮出现绿色，也表明其中含有较多的龙葵素，同样不适宜食用。2. 腐烂一点的水果。许多人在面对部分变质的水果时，会选择切除腐烂的部分后继续食用剩余部分。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霉菌在腐烂的水果内部会迅速扩散，即便外表看似完好的果肉，也很可能已经被霉菌所侵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有害物质。因此，一旦水果出现腐烂，哪怕只是小部分，也不应再食用，即使切除了霉变部分也不行。3. 发霉的花生、玉米。黄曲霉毒素潜藏于发生霉变的食物之中，诸如花生和玉米等。而我们日常食用的大米、小米以及豆类，若置身于高温且湿润的环境之下，一旦发生霉变，同样也会成为黄曲霉毒素的猎物。高剂量黄曲霉毒素会引起急性中毒，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胸部肿大、黄中断，严重时可能导致肝功能丧失甚至死亡。低剂量黄曲霉毒素的长期认可会损伤肝脏功能，导致脂肪肝、肝肿瘤等疾病，并影响免疫系统，使人体对感染的抵抗力下降。下面还将给大家分享一篇幸福心语，如果喜欢，还请点点关注和赞，谢谢。在30岁之前，我们可能充满了年少轻狂的冲劲，对世界有着简单而直接的认知，急于去追寻理想中的一切，抗拒着那些不符合我们预期的事情。然而，当步入30岁以后，一种最顶级的心态逐渐浮现，那就是允许一切发生。1. 对允许一切发生的理解。允许一切发生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听之任之，而是一种历经世事之后的豁达与智慧。它意味着接受生活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30岁后的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事业上的起伏、人际关系的复杂变化，以及家庭生活的种种状况。我们开始明白，生活不会总是按照我们精心绘制的蓝图前行。例如，在职场上，我们可能精心准备了多年，为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全力以赴，然而最后这个机会却被一个意想不到的同事获得。在过去，我们可能会愤怒、沮丧，甚至陷入自我怀疑。但拥有允许一切发生的心态后，我们会认识到，这只是生活的一种安排。也许同事有他的优势，也许这个结果背后隐藏着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我们开始接受这种结果，并从中寻找新的机遇。在感情方面也是如此。30岁的我们可能经历过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曾经以为可以相伴一生的人却离我们而去，或者一直期待的爱情迟迟没有降临。这时，允许一切发生，让我们不再执着于过去的遗憾，或者对未来过度焦虑。我们接受爱情的来来去去，明白每一段感情经历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更加懂得如何去爱和被爱。2. 这种心态的好处。30岁以后，生活的压力如影随形，来自工作、家庭、社会等个方面。如果我们总是抗拒那些不如意的事情，
内心就会充满矛盾和痛苦。而允许一切发生，就像在内心打开了一个释放压力的阀门。我们不再为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过度纠结，从而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比如，当面临家庭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时，我们不再一味的焦虑和抱怨，而是接受这个现实，然后积极的去寻找改善的方法。这种心态的转变，能让我们以更加轻松的状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固定的、不容许改变的心态，就很容易被时代淘汰。允许一切发生，使我们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变化。例如，当所在行业面临技术革新，很多工作方式和岗位需求发生改变时，我们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这种适应能力不仅有助于我们在职场上保持竞争力，也能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游刃有余。在人际交往中，这种心态也有着积极的作用。30岁后的我们，社交圈子更加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明显。如果我们总是试图让别人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或者对别人的不同意见和行为无法容忍，就会引发很多人际矛盾。而允许一切发生，让我们尊重他人的选择和生活方式，能够更好地包容他人的缺点和不足。这样的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会更加受欢迎，也能够建立起更加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30岁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反思的节点。回顾自己过去的经历，分析那些让自己感到痛苦和抗拒的事情，如果当时能够以一种允许的心态去面对，结果会有什么不同？通过这种自我反思，我们可以逐渐认识到自己思维模式中的局限性，从而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更加容易接受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比如遇到交通堵塞时，不要烦躁，而是接受这个事实，利用这段时间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当和家人发生意见分歧时，不要强行要求对方服从自己，而是尊重对方的观点，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随着这种实践的积累，我们的允许一切发生的心态会逐渐得到强化。我们要相信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好是坏，都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机会。例如，当遭遇挫折时，我们要坚信这是生活在考验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这种积极的信念会让我们更加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30岁以后，拥有允许一切发生的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智慧的体现。